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聊聊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经过上周的 Margin Call 平仓潮，今天美股科技板块有明显反弹的迹象。然而，去年风头正盛的远程医疗平台 Hims and Hers 股价却单日暴跌20%，距离2025年的高点72美元，Hims 的股价居然已经崩跌75%。很多看好这家明星企业的投资者，现在已被深度套牢了。而同时，也有不少想捡便宜的散户朋友问查理：咱能不能在18美元附近抄底 HIMS，然后等到它的股价重回40美元以上，大赚特赚一笔？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聚焦 HIMS 公司，看看它股价雪崩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危机，管理层还有没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让 HIMS 再度绝处逢生？此外，CI 投资系统近期捕捉到了微软软件 ETF IGV 的右侧反转信号，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Hims and Hers 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简单来说，它是一家主打会员订阅制的远程医疗平台。通过线上的问诊和线下配送，它成功的把昂贵冰冷的原研药转化成了价格低廉、包装时尚的定制化个人药品。它就有点像是医疗界的 Netflix，彻底绕过了复杂的医疗保险体系和传统的大药房，直接面向美国的年轻人。订阅式销售包括了脱发治疗、性健康以及当下最火的 GLP-1 减肥药相关复方配制药产品。Hims 的起家之路不算高大上，靠的是卖平价伟哥赚到的第一桶金。而从2024年开始，他又想如法炮制，大力发展 GLP-1 平价减肥药，试图借此冲上云霄。然而，Hims 这套暴力超车的逻辑，恰好撞到了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的专利红线之上。就在上周，Hims 这只曾经的医疗黑马，正式遭遇了美国 FDA 的严厉警告，以及美国司法部的合规铁拳。2月9日，这场暗流涌动的博弈正式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处决。诺和诺德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 Hims 公司在全美大规模的营销廉价、未经批准的仿制版 Wegovy。NVO 的诉求极其强硬，要求法庭永久禁止 Hims 公司销售任何侵犯其专利的复合药物，并向其索求巨额赔偿。NVO 的全球法律顾问 John Kakelman 在采访中痛斥，这完全就是一场骗局。自从 GLP-1 药物短缺结束的那一刻起，这就是一场骗局。他指责 Hims 提供的配方药物没有经过安全测试，正在将患者置于风险之中。而面对医药巨头的指控，Hims 也没有坐以待毙，反而言辞非常激励的还击。他们称这宗诉讼是大药企对美国消费者的公然攻击，是诺和诺德在武器化美国的司法系统，试图剥夺数百万美国人获得个性化、平价医疗的选择权。然而，Hims 公司的反驳在美国政府面前却显得有点脆弱。2月6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正式表态，计划对 Hims 的口服减肥药采取法律行动，并直接将其移交给司法部调查。就在 NVO 起诉消息传出的同日，Hims 的股价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单日暴跌超过20%。此前，Hims 曾经利用监管的漏洞，在减肥药短缺期间合法销售配方减肥药，大赚了一笔。但是现在，随着诺和诺德产能的大爆发，官方已经正式宣布，司美格鲁肽在美国已经不再短缺。然而，查理认为，NVO 和 Hims 诉讼最核心的博弈就在于 Hims 的复方药到底有没有侵害到诺和诺德的专利权。Hims 公司的逻辑是，自己销售的并不是 NVO 原研药的复制版本，而是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了剂量上的微调。在 Hims 看来，只要药剂中添加了微量成分或者改变了精确剂量，就属于定制化的医疗，能够合法的绕开专利保护的红线。然而，在诺和诺德的眼中，这就是赤裸裸的剽窃。在诉讼之中，NVO 表示，Hims 公司所谓的个性化，本质上只是在药剂量上做微不足道的修改，而其核心活性成分依然是诺和诺德耗资数亿美元研发的专利配方。诺和诺德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根本不是医疗定制，而是披着个性化外衣的非法大规模仿制。这已经不再是商业竞争，而是对知识产权底线的挑战。而站在专业的角度，查理认为
诺和诺德的观点更有道理得多。Wegovy 专利最快也要到2032年才到期，届时做正经仿制药的厂商才可以开始大规模生产 Wegovy 的廉价版本。而到现在，我们才到2026年，Hims 这个定制化的动作稍微早了那么6年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看 Hims 股价开始暴跌的关键节点，就在2025年10月中旬，当时德克萨斯州的法院裁定支持美国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司美格鲁肽从药品短缺名单中移除的决定。这就意味着，由于 GLP-1 减肥药不再短缺，包括 Hims 在内的复方制药商失去了大规模生产平替版减肥药的法律保护伞。可以看到，从那时开始，Hims 的股价就再也没有起来过，从62美元一路下跌到今天的17美元附近，4个月暴跌超过70%。如果我们看 Hims 公司的业务构成，会发现它的减肥药营收已经超过了仿制药伟哥，占了公司总收入的30%以上。而如果一旦失去了减肥药这个主要的收入来源，Hims 的现金流将呈现断崖式的下跌，这也是它的股价扭头向下的核心原因。投资人很难看见 Hims 有任何翻盘的余地。这不仅是收入的减少，更是 Hims 公司整个高成长医疗平台叙事的破灭。而就在 Hims 深陷法律泥潭的时候，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已经悄然浮出水面，它就是 Ro 医疗平台。同为远程医疗平台，Ro 在这场减肥药大战之中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当 Hims 选择和药企巨头硬刚专利，推出49美元的线下平替版 GLP-1 时，Ro 却玩了一招曲线救国。Ro 平台并没有去碰那些充满争议的复方配制药，而是选择主动的招安。他们不仅在平台内全面转向提供 FDA 官方获批的原研药物，甚至还与李来等制药巨头达成了官方的合作。结果显而易见，在诺和诺德高管的采访之中，Ro 被公开表扬为做了正确的事情，成功把自己从监管的黑名单中洗白。而 Ro 的这种策略不仅规避了司法部的铁拳，还接手了那些因为担心安全而逃离 Hims 的高端用户。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无疑是往 Hims 的伤口又撒了一把盐。原来啊，在监管下生存并不是没有路，只是 Hims 选择了最危险的一条。两家公司，一个想当规则的破坏者，一个想当规则的合伙人。现在的结局大家也可以看到，Ro 平台稳扎稳打，而 Hims 正在为它的狂妄买单。好，聊完了 Hims 的新闻，我们来看看它的股票情况。可以看到，Hims 的本益比 PE 高达55.6，当然经过了今天20%的暴跌，它的 PE 实际上已经降到了35左右。然而关键的是，它的 PEG，也就是 PE 和营收增速的比值，居然为负的5.6，也就是说，Hims 公司明年的净利润可能比今年更低。这对于成长型企业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要知道，挑剔的华尔街，就算你的 EPS 增速稍微放缓，股价都可能腰斩。而 Hims 直接来一个负增长，朋友们可想而知，它的股价想要再炒起来有多难。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如果我们看 Hims 公司账上的现金流，会发现它的现金只剩下6.2亿美元，而净债务高达4.8亿美元，债务和净资产的比值高达1.9。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个缩小版的甲骨文。当然，我们只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这么比较的。甲骨文的云计算符还是大受追捧的，而 Hims 的减肥药可能以后就不让卖了。如果我们看 Hims 股票交易的 K 线图，也会发现异常的情况。就在今天，Hims 股价从上周收盘的23美元跳水到18美元，成交量突然放大，是平常成交量的6倍。这就说明原先持有 Hims 的华尔街机构不玩了，他们选择清仓走人。理由当然就是查理之前给朋友们介绍的 Hims 公司的政策风险无限大，又有肉平台的强力竞争，它的前景实在暗淡。因此，亲爱的投资朋友们，现在绝对不是我们接飞刀去试图抄底 Hims 的时候。没有了机构的买盘支撑，Hims 最好的情况就是在低位持续的震荡磨时间，而最差的情况则是它的公司基本面持续恶化，Hims 的股价还有非常大的下跌空间，大家要千万小心哦。这里查理给大家分享一下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 Hims 股票的分析，结果非常明确，没有奇迹。面对法律的死局和基本面的坍塌
CI 投资系统给出了红色的卖出信号。在目前的估值体系之下，HIMSS 已经不再是一家成长股，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黑匣子。如果你已经持有了 HIMSS 的股票，查理在这里要给出最诚恳的建议：接下来咱们绝对不应该加仓摊薄成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密切关注股价的波动，有反弹就跑路。HIMSS 将在2月23日公布最新的财报和营收展望，在那份可能带血的财报出炉之前，保护好你的本金。当然，纵观 HIMSS 过去5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它的股价从2021年的高点22美元崩跌了超过84%，在最低点下探到了3.5美元左右。而到了2026年，它的股价还有18美元，是不是下行的风险依然很高呢？那有朋友就会问了，查理哥，既然 HIMSS 亏钱了，咱们从哪里赚钱回本呢？哎，好问题。接下来，查理将为大家揭秘近期美股市场之中个人最看好的股票和板块。这是2月9日美股的盘面，在市值排名前15的巨头之中，涨势最好的当属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和博通。市场消息传出，微软虽然在推进自研 Maya 芯片，但是在最新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扩建之中，依然追加了对英伟达 Blackwell B300系列的巨额订单。这消除了此前市场关于大客户自研芯片会导致英伟达需求下滑的疑虑。而对于博通而言，作为 ASIC 定制芯片的绝对霸主，微软和 Meta 在自研芯片底层的技术授权依然绕不开博通，形成了赢两次的局面。当然，查理的投资风格是喜欢捡便宜的，而 CI 投资组合重仓的软件类股票微软和 Meta 今天也表现优异，而且相比于 NVIDIA AVGO 动辄45、70倍的高 PE，微软和 Meta 的 EPS 增速虽然没有半导体那么快，但是它们的 PE 也更低，只有25到30倍，属于下跌空间更小的选择。如果我们看 MSFT 股票的1月线图，会发现明显的止跌形态。在1月29日，微软公布最新财报的时候，MSFT 股价曾单日跳水10%，从480美元崩跌到了430美元以下。当时的交易量也巨大，说明机构在砸盘甩卖。而经过了半个月的去杠杆和平仓潮，好消息是微软的买盘力量已经开始浮现，而且机构做的很隐蔽，不想让咱们散户们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在低位悄悄的布局微软。可以看到，从2月6日以来，有资金分批布局在396到410美元的价格区间买入了微软的股票。查理认为，作为跟随华尔街喝汤的散户投资者，现在绝对是我们右侧抄底 MSFT 的绝佳时机。微软的当前本益比只有不到26，一年的前瞻 PE 更是只有22.5，非常物美价廉。这几乎是近3年以来微软最便宜的时刻了。比起那些还在法律泥潭中挣扎、估值逻辑随时可能崩塌的科技医疗股，微软这种拥有6250亿美元订单在手，且 AI 变现路径清晰的巨头，现在的价格简直是白给的。那除了软件之王微软以外，和它密切相关的软件类板块 ETF IGV 也呈现出机构进场的右侧走势。在 K 线交易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机构从2月4日开始，一直到今天，都在分批布局逢低抄底 IGV。要知道，IGV 的价格比去年夏天的高点已经便宜了28%，IGV 的平均 PE 现在只有23.5，这个估值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市场已经把软件行业的增长预期杀到了冰点。但真相其实是，华尔街利用 AI 会团灭软件公司的恐慌叙事，又给自己砸出了一个黄金坑。朋友们，在这个位置，当估值已经跌回到3年前的水平，当机构已经开始明牌入场，此时不入 IGV 更待何时？反正查理的 CI 投资组合已经开始布局了，接下来朋友们就会看到。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月9日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周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调整或者维持不变。那今天 CI 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持仓比重从上周的90%进一步提高到95%。把剩下5%的资金放在超短期美债 USFR、SGOV 或者 SHY 中避险。
而在指数层面，标普百、纳斯达克以及科技类指数都超过了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暂时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然而，软件板块 ETF IGV 由于被 AI 叙事杀估值，导致现在的市场价非常便宜，值得投资朋友们在低位建仓抄底。那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2只科技股，分别是微软和 IBM，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微软依然是查理的第一大持仓股票，占了总资金的51%。过去几天我还加仓了 MSFL 以及建仓买入了科技板块 ETF IGV。查理预计在接下来几个月，这3笔投资能够给 CI 投资组合带来非常惊人的收益。而在2月9日涨得最好的股票依然是量子计算 ETF QTUM、美图秀秀 Matu、股王英伟达、标普百动量指数 SPMO。查理则是根据 AI 系统的提示卖出了全部的联合健康，把获得的资金用来建仓了 IGV， 并且加仓了 MSFL， 坐稳扶好即可。交易结束之后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微软占比51.4%，Meta 占比13.4%，科技指数 IYW 占比9.1%，标普百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6%，和亚马逊占比7.4%。和往常一样，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 ，CII 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认为 HIMS 这波下跌还有反弹的空间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大家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下期节目，查理将为大家带来除科技板块之外，还有哪些被低估的价值洼地，敬请期待。祝您投资顺利，心情舒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